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知堂。你能想象2000多年前秦始皇做梦都想要寻找的山是什么山吗？秦皇采药径南逢，东海仙山是此峰。万古天风吹不折，清空一朵一芙蓉。这首诗是日本诗人安基根斋写的，描写了中国的秦始皇派徐福到东海的仙山去寻找长生不老药。这座传说中的仙山呢，就是富士山。那么今天就去富士山去看看。从新宿乘坐直达富士山五合目的汽车，大约需要2个半小时，票价单程要2900日元。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提前订好往返的票。在去富士山的途中，可以欣赏周围的风景。这里的山很多都是在云里面，很壮观。去富士山的路上会经过河口湖，这里也是看富士山的好地方。另外也经过富士急乐园，这里有很大的过山车。据说去富士山的路上有一条音乐公路，仔细听的话，可以听到车底传来的音乐声。音乐的名字就是富士山。据说路面经过了特殊的处理，当轮胎与之摩擦时，就能发出音乐一样的声音。但是我没有听出来。好了，现在到了五合目了。合目是日本古代的距离标志，据说就是走够了燃尽一盒灯油的距离，就算一个合目，但是合目间距离并不相等。如富士山一合目在海拔1300米的地方，五合目在2300米的地方。上富士山的路一共分为10个合目，坐车只能到达五合目，再往上走就得步行了。所以五合目算是山腰，那有神社、餐厅和卖纪念品的，还有个邮局，可寄明信片。在这里看远处的风景也不错。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旅游团前来。这里还有很多商店和餐馆，相比东京的物价，这里的价格也不是很贵。不过到了富士山上面上个厕所都要交钱，一次200日元，而且是投币，物价也贵了不少。爬山前可以在这里交1000日元赞助费，也可以不交。现在带上我的 GoPro 开始爬山。带上 GoPro 就可以全程记录爬山的过程，并且解放双手。爬到山顶再下来大约需要10个小时以上，没有那么多时间的话，就爬到中途下来。过了7合目就比较难爬，需要买一些装备了。没有想到这里还有汽车开上来。富士山与樱花、新干线并列为日本的国家象征。富士山于2013年6月22日正式获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富士山经常在诗歌里面出现，比如仙客来游云外颠，神龙七老洞中渊，雪如丸素烟如饼，白晒道玄东海天。还有中国清代诗人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拔地摩天独立高，连峰涌出海东涛，2500年前雪，一白茫茫积未消。富士山也叫不死山或不尽山，在日语中不死和不尽的发音都与富士接近。あ、こんにちは。チェックとか受けましたよね。体温チェック。体温チェックこれ体温体温体温。体温体温 OK。有没有体温检查？没。这里。你的手这边。这样。也可以。3、4、3、1。
OK，这里。这样。这样。哦，36。没问题的。没问题啊。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地図どうぞ。今日は、はい。緊急時の連絡先あるのでお持ちくだ連さい。絡と、はい。英語の方でいいですか？中国の。中国語ないんです。英語で大丈夫です。日本語か日英語なんです。本語大丈夫です。はーい。OK。今日上まで行かれますか？はい。あ、上、あ、 7合目。7合目まで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はいはい。上雪なんで気をつけて行ってきてください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可以看到富士山上面没有什么植物，简直就是个荒山。和筑波山恰恰相反，在古代的长陆国风土记中，记载有关富士山神和筑波山神的传说。据说天神拜访富士山神的住处，请求留宿，但是被主人以正在斋戒为由拒之门外。后来天神拜访筑波山神，也请求留宿，结果受到了欢迎。因此此后筑波山上人流不断，而富士山却遭到了终年积雪的惩罚。
七合目到了，再往上爬就会很陡。穴込み。没想到在这里丢了一块相机的电池，电池就落在了这里的地上，可惜发现的太晚，没有办法捡回来了，损失了7000日元。因为我只有1天的时间，所以爬到七合目多就下来了，下次来的话再爬到山顶吧。突然来了一场大雾，感觉自己在这里迷路了。十方法界万灵之塔，没想到富士山还有这样的东西。这里是骑马的地方。在神社买了一个绘马，写下了一些愿望。今天游览了富士山，虽然只有半天时间，但是看到了向往已久的富士山，还有壮观的云海，还有谜一般的大雾。有道是来游善玄东海天，脚下四海云余烟。小屋神社寂无念，白雾缭绕迷山间。谢谢观看。